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北京时间1月24日周六下午3时，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这是中共领导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于军队高层的进一步清洗。至此，习近平20大任命的7位中央军委委员中，2位军委副主席和3位军委委员都在过去2年多被清洗，现在只剩下习近平一个军委主席领导着一个军委委员张生明。习近平为什么要对他的发小张又侠动手？为什么要对军队进行大清洗？这次清洗意味着台海战争的危险在迫近吗？下一个被清洗的中共领导人可能是谁？这样清洗下去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本期节目我们请来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吴老师去年夏天来播客聊过关于如何看待习近平失去权力的各种传闻，以及如何理性解析中共高层政治。我今天重新听了一遍，还是受益匪浅，推荐大家可以和这期节目一起看。而且吴老师上次推荐的3部关于斯大林的书都非常好看，也推荐大家去看看。节目链接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吴老师您好。袁丽好。关于张又侠可能落马的消息，前几天在推特上就流传非常广了。有些人是不相信的，他们觉得就是习近平如果这么做就太疯狂了一些。结果呢，这次官方很快就出来证实了传言。我们想请您先分析一下张又侠落马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怎么看它的性质和意义呢？我倒是马上就信了。这个去年讲张又侠好像挑战习近平啊，习近平失去权力啊，那我们是不信的啊。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反而就信了呢？那我觉得呢，就是这里边有一个独裁政治的结构性的矛盾。就是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呢，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最高专制者他是不容许在他的下面有一派独大的。那么如果这个何卫东、苗华当初没被干掉，那么我想呢，张又侠也就不会被干掉。那么因为何卫东、苗华被干掉了呢，那张又侠也就必须被干掉。那么这个呢，是我的基本的一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个逻辑上的推断。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最后延烧到张又侠头上来呢，我感觉呢，这可以说是中共21大权力重组的这个大戏呢开场了。对，这个一锤敲的还是蛮响的啊。这个我还记得19大到20大之间那段时间呢，我有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我说可能到20大是2022年嘛，我说可能到2021年的夏天呀，这个可能会干掉至少一个政治局委员。这个是我过去3届这个18大、19大、20大谈这个东西，这个我想是预言错误的一次。那个我想呢，到了这个20大以后，我感觉习近平马上就后悔了。他没有干掉是吧？那次对，他没有听我的劝告去干掉一个政治局委员。对，结果这次我看他加码了。这次现在已经干掉了2个政治局委员，而且都是军头。那么很可能还会有第3个嘛，甚至第4个嘛。那么为什么讲这是一个这个独裁政治的结构性的这样一个矛盾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个你看不仅军队了，那么在经济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说李强主掌国务院，但是他旁边有这个丁薛祥是国务院的2把手，然后有何立峰是国务院的3把手。那么这个丁薛祥、何立峰都可以直接向习近平报告工作，不需要通过李强才去向他报告。因为丁薛祥以前是这个习近平的大内总管嘛，对，这个然后何立峰据说是习近平当初和彭丽媛结婚时候的伴郎嘛，对，这个私人关系非常好嘛。这个布局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国务院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权力实施的这样一个机关，至少有3派相平衡，那么各有各的人马。那军队内部为什么一直是2个这个军委副主席呢？在军委主席下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什么一个管军事，一个管政治，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
在何卫东以前也不是管政治的，对，那其实他和张又侠之间的功能也是有重叠的。其实就是说有两个以后呢，那主席才好掌控你，两个互相监督，两个互相制衡。那么其中一个被干掉了，那么现在提拔上了一个张生民，不是政治局委员，对，那么他呢就没有办法来平衡张又侠，而且张又侠在习近平上台之初，就是他在军内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代表人物，他等于就是说军内习近平的头号亲信。那头号亲信归头号亲信了，那我还有2号亲信、3号亲信。那么这个2号亲信和3号亲信一定不是我的头号亲信的亲信，一定是另外的人。那么所以呢，这个苗华当初就起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还有更早，当然这个张又侠还和别的人搭班这个许其亮什么之类的。那么其实我想呢，整个这个大戏呢，就是在苗华和何卫东，官方是把何卫东排在前面了。但是实际上呢，何卫东是苗华推荐上去，那么他们俩都是31军出来的嘛。这个苗华没有当上中央军委副主席，然后就推荐了何卫东。那么这2个人被干掉的时候呢，我想呢，可能张又侠日子就不好过了，而不是说他干掉了他的政治对手，然后呢他在军内权力更大了他就日子更好过。那么这个呢就是就不了解这个独裁政治的基本的逻辑。那么这个基本的逻辑就是说，当你在底下一派独大，那么上边呢就想办法要干掉你了。所以我想呢，这个所谓这个21大的权力重组开打，那么不是说习近平一定要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要和那个对手打，那么习近平呢，他一定要这个进一步立威，那么要实现他在21大上他的目标。那21大目标很简单，第一就是要连任嘛，是吧？那么第3届连任了以后，第4届一般来说应该是一定是连任。但是呢，这个东西最高权力执掌者，特别是专制者，他不一定有这个安全感呀。就觉得好太有意思，他还需要立威啊，他的威还不够吗？就是这种。我觉得这个最高的这个独裁者他就有这么一个螺旋式的这样一个上升他总是不能够什么事情都能如他的意。当他不能有一点点不如意的时候，他就想这个事情我权力不够对，我权力要够了。这就像一个穷人，就是说他什么事不高兴了，他就说他妈的我没钱，对，我有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当你有了钱，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事情是钱不能解决的，那你就想是我的钱不够，那叫钱越来越多才能解决。那么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了，那有权利的人也是这样，那包括我们这个做学问的人也是这样了。这个事情没做好，我学问不够嘛，那读书不够嘛，所以就不停的买书是吧？不停的读书，买书没处放了，也没那么多，就是要不断的，就是说就没有业余时间有空就看2下子，这是一个红舞鞋呀。那权力的红舞鞋是最有诱惑力的。那么权力的红舞鞋，它这个 bet 它这个赌注也是最大的。对，这个所以我想危害也是最大的，这个不安全感，对，也是最大的。对对，那之前比如说苗华呀、何卫东，他们从谣传落马到这个官宣过了好几个月，就中间间隔了好几个月。这次呢，张又侠从最后一次公开见面，就是1月12日参加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到这个1月24日官宣落马，仅仅就不到2周的时间。这一次为什么官宣的这么快？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这是个进步嘛？这是个进步。这个我想可能有技术的原因一个技术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到了中国的这个阴历年的年底了，那么在未来的几周内，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礼仪性的活动，比如说月底，当然还有本来共产党高层这个常规性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其实中央党校这个4中全会这个干部学习班，张又侠没出来，那么很多外国的观察家就说，那等一下看月底的政治局会议，那会不会出来了？然后就说是不是这个春节团拜会会不会出来了？那么我想，与其等着人家在那里不断在外边猜，这个不如就自己干脆宣布了这样一个主动，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了。那么也可能呢，我想呢，有这个政治上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是军内
除了习近平以外的最高的这个领导人，也就是说中国的第1号专业军人。那么这个人被拿掉以后呢，我想对军队的冲击我讲这个冲击恐怕主要是心理的冲击大家就是海外都这么惊讶，那么军队内部也可能非常惊讶呀。那么这个早点宣布呢，这是与其让你在那里去听小道消息去这个找外国的这样一个消息源，那么这样也许是我想对于当局来讲，对于习近平来讲，可能有助于稳定军心吧。那么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对于苗华这个事情呢，就是很可能我认为，也许下一个我们分析，就是习近平可能不太愿意拿掉苗华那么呢，他有点不情不愿。那么其实这里边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我想是2024年11月28号，那么国防部第一次把苗华停职这个事情宣布了。这里边的宣布的是说，这个苗华涉嫌严重违纪，那么党中央研究让他停职检查。那么这个没有立案审查这一步是很轻的，而且说的是涉嫌严重违纪，不像今天这个张幼霞、刘振立，这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然后经党中央研究决定让他们对他们立案审查，这是一步到位一步到位。那对苗华呢没有一步到位，那这里边就看出来有点不情不愿。那么不情不愿为什么？也许一会儿我们下边可以讨论这个事情那么我想的就是说，在他不情不愿，最后又不得不干掉苗华的时候呢，应该是来自了这个张幼霞的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这个证据等等，就是张幼霞搞的材料要把苗华干掉，那么材料摆在了习近平面前，那么习近平必须要把苗华干掉。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习近平就想，好，干掉了苗华，下一个就是你，对，你既然逼迫老子干这个事儿，那好，老子就收拾你。那么所以呢，如果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决定拿掉张幼霞，那么这一根有足足1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材料呢，应该是准备的非常充分了。所以就是抓住时机，然后呢宣布，这个就是一旦把他抓起来，就很快就可以宣布。我觉得呢，应该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我想就说，张幼霞为什么非要去搞苗华呢？他看不到就说苗华他们这些人都被搞掉了，他自己就是下一个目标吗？我想呢，这个实际上呢，可能20大以来的整个，就是我们原来我讲这个斯大林逻辑那么我觉得其中可能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呢，就是因为20大上，那么习近平自己要留任第3任已经这个69岁的这样一个年龄留任了。然后他为了面子上可能比较好看一点，那么拉了2个高龄留任一个和他同岁的69岁的王毅这个再一个当然就是72岁的张幼霞。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打破了在前些届形成的这个所谓七上八下的这样一个人事的任用的规矩嘛。那么打破规矩是最高独裁者他的权力集中、权力扩大的表现。但是反过来呢，这个东西也使得过去七上八下，那我到了68岁，那没办法，就是说那就只好退下去了，不能连任了。那这个是你不能怨这个江泽民，也不能怨胡锦涛，也不能怨习近平你怨你爹你妈给你早生了1年，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东西当然你有对策，就是你去改年龄，那你把年龄改了，能够蒙混过关，当然也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有规则的情况下呢，矛盾不会集中到那个最高决策者身上去但一旦最高独裁者把这样的规则打破了，那么矛盾就集中到你那儿了。那为什么他能留任，我不能留任这个20大上很明显，72岁张幼霞留任，69岁的习近平和王毅留任，那67岁的李克强、汪洋，对那胡春华就更不用讲了，更年轻了，是吧？问题就是说，有人超龄留任，就有人本来要接这个位置就接不上了，是吧？那么本来军内大家都认为在20大上苗华可以进入中央军委做副主席，
当然呢，听说是习近平用了什么这样一个手段啊，这个让苗华意思是说苗华当初也有向郭伯雄、徐才厚他们贿赂的这样一些东西，这个都是小道消息了啊。这个我有时候也听到一点小道消息啊，这个但是我们不以这个为论据。那么我要讲的就是呢，无论如何，那么苗华呢，他会说啊，那如果是张幼霞退下去了，那么就多一个位置，我可能就有可能拿到了啊。那我想苗华不敢真的把他的矛头指向习近平，就是说我不能升官了，我要怨习近平。但是呢，如果张幼霞会感觉到你小子不满意啊，就因为我又一屁股坐在这儿来了啊，你没有位置了，你对我不满意，不满意好，我到习近平面前说苗华对你有意见，对，那习近平肯定相信的吧，按照人之常情的吧哈。那我们也八卦一把，我们可以设想，对。这个张幼霞不会那么直接的说，可能会用委婉的方式讲啊，就是说呀，这个样子啊，怎么样啊，这个技巧啊说了，我想，那么习近平心想是有这个问题啊，那苗华对我不满意，那是可能的。这个然后好，张幼霞把这个材料摆到了习近平面前啊，腐败也好，什么也好啊，这个质疑军委主席负责制也好，等等这些东西，那我想呢。最后使得习近平呢不能不就是说把苗华和苗华所拉上来的何卫东等等一大帮人干掉。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人事的八卦，这是什么呢？这背后就是说独裁政治、集权政治，它破坏规则本身，这个是后果会反噬最高独裁者本人的啊。你不要觉得说你为所欲为啊，你就做什么都可以。实际上呢，一旦你为所欲为，这些矛盾就集中到你身上去了。实际上我们看到呢，为什么在20大以来，可以说在中共高层政治当中有2个领域是权力斗争特别激烈的，一个就是军队，那么从李尚福被干掉，一直到今天，以至于大面积的将领被干掉。那么再一个领域就是外交，这个刚刚提拔的最年轻的副国级领导人秦刚上台不几个月就被干掉了，然后呢说刘建超对刘建超，然后就说有可能接外交部长，结果呢没过几天也被干掉就是说年轻的反而被干掉了，老的反而被留下来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呢，这背后的逻辑呢，应该和我刚才讲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然后王毅感觉到秦刚被提拔上来了，这么年轻，而且据说是得到了彭丽媛的欣赏，得到了习近平的重用。那么王毅感觉到将来可能这个外交界就是这个秦刚的天下了。那么王毅在这里这么多年打下的地盘，他一旦离任，可能这个问题就天下就变了。对，然后他就想办法要把秦刚干掉。那所有的这些人都有问题啊，对，也有贪污，也有腐败。也有和什么这女间谍如何，那么等等，那最后那谁要搞材料就能搞到，那就还是他们互相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吧？不见得这些人要被搞下去，全部都是习近平自己个人的意志，而是互相之间权力斗争。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呢，就是说一定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但是拍板呢，就是说这个材料如果都摆到了你桌子上。真的，比如说秦刚就干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习近平只能就是说大怒，要把他拿掉。你看这里边很有意思对秦刚也是放了一把的，是吧？秦刚没有把他就是说秦刚同志，然后只是降级也没有判刑这里边还是留着呢。所以呢，可以讲就是说哪个领域里边规则被打破的厉害，哪个领域里边这个权力斗争就会加剧。所以权力斗争不是天然的一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有制度，要有规则，就是为了要就是使权力斗争有章可循，然后呢这个权力呢就不叫权力斗争了，这个呢就是说权力就要按照这个规则来运行。那么它不能完全把权力斗争取消掉，但是它使得有章可循。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搞法治，要搞什么东西这个不是空的，这个实际上呢搞了法治，对你们这些高级领导人其实应该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你总觉得说我想要大权独揽，那我不想要法治，我想要我就言出就是法。那好，那你就要承受这一切的这样一个后果。于是呢，你就内部就是说乱成一团，那你的宫廷政治就杀来杀去，那么最后呢，你自己也搅在这个漩涡的中心，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我想呢，就是说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那习近平不明白这个吗？那他如果不明白，他听了我这个，他应该明白了。那他会改吗？他不会改的，他不会改的。那我再问你一个，您前面就说他这样子的一种权力斗争，他会反噬这个最高领导人，但是我就想到，就是我们上一次也是谈到了这个斯大林是吧？30年代对苏联军队的这个大清洗，就当时呢，就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我就不念了，反正这个就是都是特别的瞠目结舌的这样子的，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被在清洗中被处以死刑。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就是关于斯大林是被贝利亚害死的，这样就是斯大林就是自己得了心脏病然后就死掉了，那对他有什么反噬呢？好像他这个独裁者做的也没有什么，他虽然处死了那么多人，清洗了那么多人。其实就是说这个反噬可能程度没有那么大，使他自己最后被就是失去权威。但是你会看他后期的这个，我想他怎么死，我们就是说现在没有这样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呢，对他后期生活的那个描述，就在《斯大林死之谜》那个书里面，对他后期生活的描述，我想那个基本上是属实的。那这只能在他那个这个孔策沃那个小别墅里，对，一天到晚就和那么几个人混在一起，这个他根本也不敢面对更多的这样一个他苏联共产党内的官员将领。对，那么这几个人就围着他，那他其实上被这几个人完全就是说蒙蔽架空，都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毛泽东到最后也是这个样子是吧？这个所以呢，我讲用反噬呢，他不过就是说他是一个回旋镖打到他自己身上。有些听众可能在想这个这个斯大林逻辑是怎么回事？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上一次的这个播客，但是吴老师可能您可以稍微说一两句。对，咱们原来讲的斯大林逻辑呢，基本上我是讲的，就是说斯大林逻辑就是一个不断清洗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他为了集中权力，他又要不断的清洗。那么基本的这个清洗的脉络呢，就开始是要清洗自己的政敌或者是潜在的挑战者。那么这就像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是清洗江泽民的人、胡锦涛的人。那么然后呢，他刚上台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清洗前朝这些盘根错节的力量，那么他又要分化他们，他要在其中寻找同盟者。那么这就像他这个寻找了孟建柱来清洗周永康然后呢，他第二波把前面的潜在的对手、以前的这个对手清洗完了，那就开始清洗这些原来的盟友，那么就开始清洗孙立军，这是孟建柱的人，然后傅政华把他们都清洗掉。然后这些都清洗完了，到了20大就开始了一个基本上都是习近平自己的提拔上来的人了。那这时候是不是就不清洗了呢？那还要清洗。那么为什么还要清洗呢？那我就讲，就是说第3步就是清洗自己的亲信。那么张幼霞这个就是说清洗亲信已经清洗到把自己的发小都清洗掉了。那么对，那我预言他还会进一步再清洗到这个可能还有和他关系更近的人也照样被清洗。那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越清洗越集权，你自己的权力越大，那你做出的决策就可能越昏聩越昏庸，那就带来治理上的危机。不是说你是一个天纵英明，权力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就想做的都是好事儿你一定把事情做砸了。对，这个动态清零也好，这个中国的经济衰退也好，等等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那你不一定直接去找一个替罪羊，对，那你就是说我只要能够保持一种权威，能够让所有的人不敢质疑我，不敢挑战我，那么这个就足以了。那怎么办呢？好，我继续干。那等我把我的最亲近的亲信，而且说像张幼霞这样都掌握枪杆的人，我都干掉了以后，你们还想怎么样？对，你根本就就是说要想一想，就是说他连张幼霞都能干掉那你比如说王毅，对，你手里没有枪，对，你比如说这个其他什么人李强，对，你就是当管家就好了。
那么我想呢，还有基层的人对他不满意，还有这些退下来的人不满意。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毫无疑问，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在中国社会一样，反习的情绪是非常大。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不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对，那他怎么用呢？我可以讲就是说，反习的情绪很大，但反习的势力很弱，你根本就集结不起来呀。他就用这个办法，他就不断的要保持这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要开打21大了。你20大你都稳稳的做下来了，21大你不照样稳稳做吗？但是他心想，那谁知道你们要搞什么猫腻啊？他不能够容许有任何可能的这样一个漏洞，有任何可能的这样一个对他的这样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这个我想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斯大林逻辑的基本的这么一个走向。那我们就在接下来就说这个他们这个哥们儿的这个这件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就是习近平向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将领下手这件事。就习近平和张幼霞是发小是吧？那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这个张幼霞的父亲张宗逊，他们不仅是老乡，而且呢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就是我怎么来看呢？就习近平要来清洗自己的发小。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要说发小了，这个亲兄弟照样杀掉啊！这个中国历史上那宫廷政治太多了。这个不要说亲兄弟了亲生父子照样互相杀嘛。这个在中国的宫廷政治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戏码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年前我就讲，就是说，如果这个习近平这个宫廷里的这个权力斗争哪一天搞到了习近平和彭丽媛2个人干起来，我一点都不奇怪啊。那这个皇帝和皇后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个在中国这个历史上也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呢，第一说明了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高层政治，无论用多么冠冕堂皇的言辞包装起来，那么它实际上呢，还是中国传统的这样一个宫廷政治的这样一个现代翻版。那所谓宫廷政治，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这样一个没缺少规则的这么一个政治。那我想这个是再一个呢，就是说，其实这也是我对谈论像今天这样的话题吧，往往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有时候我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今天本来吴老师都说，哎呀，这个就别说了吧。后来可能太多记者要吴老师讲话，吴老师说那我就来讲。我大多数也都是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就是这宫廷政治呢，就是说作为看戏是挺好看，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听床师愿意就是说这个冒着这个风险躲在人家床底下去听，这个是这个没什么风险，那就是架着话筒就开始说。如果真的是听床了，那不是很有风险吗？对，这个就是，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宫廷政治呢，在这样一个所谓宫廷政治呢，就是说这个是这里边这些戏码呢，实际上它的这样一个和大众生活的这样一个关联是相当的少的，就是它内部斗来斗去，不一定都有一些政策意涵，不一定都有一些就是说外溢的这样一个社会效应。外溢社会效应就是说，有人总觉得说，好像如果张幼霞把习近平干掉了，那中国就好像一下就有希望了。那这个甚至有的人把这样一个说张幼霞上了台会搞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个完全就是没有任何是就跟当年觉得习近平是改革者是一样的。实际上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说你这个本来呢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是盼一个明君这个是传统的这样一个对宫廷政治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希望有一个好皇帝。那当然没有好皇帝的时候呢，来了一个昏君的时候呢，就要盼一个名相贤相毛泽东底下希望这个就周恩来就如何的好就如何好。那现在呢，虽然我对这样思维呢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我还要承认呢有一个微小的进步，就是现在呢也不再盼明君了，
然后呢，昏君来了以后呢，也不再判这个贤相贤臣了，而是盼着这个贤相和贤臣把那个昏君干掉，变成一个明君。对，这个有点造反意识了。但是我就想，你不知道，就是说，你以为就是说，你一个小老百姓在这个体制下没有任何的权利，你没有办法。你以为张幼霞就比你有更多的自由吗？张幼霞比你自由还少。我要说，他可能要面对老百姓作威作福，每一个小派出所长当然都权力大得很。当他面对他的上司的以后，面对上司的时候，那狗都不如。对，所以他不如一个老百姓。所以这点呢，我想一定要看透彻，不要把任何的这样一个说这种宫廷斗争会给中国民众、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少进步。那么这个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幻想。对，那我们说一下军队的反应吧。您觉得军队的人可能会怎么反应呢？就后续可能会怎么发展？我看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楚百亮，他采访了前中央情报局CIA 的分析员 Chris Johnson， 您可能也认识我的同事。这个对，Johnson 就说呢，就是习近平好像似乎已经得出了结论，就是军队中的问题根深蒂固，他不能相信最高指挥部能够自我纠正，必须依靠新一代的军官来解决。他说，习近平似乎决定要彻底清除几代人才能找到一个没有被玷污的群体。我不知道您怎么觉得啊？就说这个军队的人会怎么反应呢？就是他们会觉得惶恐吗？还是会觉得就是年轻的将领会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我想中共的军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支队伍了。我想当然内部应该说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么首先呢，我想有些人认为说军队内部会不会发生反抗、哗变，这个甚至造反？我觉得呢，这个也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控制力，也高估了中国的这些将领们的这样一个勇气。竟无一人是男儿，是吧？我们借习近平的话说，习近平看透了这一点。对，而且你看，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这都14年了，那还幻想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能讲就是说，这个真是中了习近平的中国梦了，这个真是，那我想至于这个将领的层面，我想如果会有惶恐的话呢，应该不是始自张幼霞被拿下。应该就是说这些年一直都是存在的。因为习近平在上台以来，已经不仅是把现任自己所组成的这个20大军委干了个底朝天，那么前面的军委，包括他上台以前的军委也被他干呀。对，从这个最早动手就是郭伯雄、徐才厚嘛，这个是他们两个当军委副主席是胡锦涛时代然后接下来干这个房峰辉、张扬这个是这个，然后再接下来再往下干，就是一茬一茬的干。对，那么如果说有惶恐的话呢，应该说这个惶恐应该持续了10几年，一直都是有的。但是我认为呢，很可能对那些好多的高级将领来讲，可能侥幸的心理，觉得机会来了的心理呢，可能大于这个惶恐的这样一个心理。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我听到的这个传言就是说，苗华以前也是给郭伯雄、徐才厚这个送贿赂才升上去的。那他照样就高攀上习近平，可以成为习近平长期的一个军内掌控人士的这个高官吗？那么实际上他也会，现在我想有年轻的将领也好，一定会极力洗刷他们和这个张幼霞和苗华等等所有的关系。那其实呢，他也不用那么洗刷，就是习近平也知道，就是说我不可能对。现在从某一个士兵开始一把提拔上一个军委副主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既然你已经已经是少将，是中将甚至就是大校，实际上你都是在过去的这些张幼霞、苗华他们底下升上来的话，那你不给他送钱送谁啊？那习近平这一点上还有点人性化，他自己想，他说我当年还不是拍江泽民、胡锦涛马屁上来的吗？对这个，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些人呢就看准了这个。也是有一个侥幸心理干掉了这么多人，空出来这么多位置，实际上呢，对很多人都来了非常好的机会。
我讲斯大林逻辑的时候呢，好多的这个洋人他们就老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那把他自己的亲信都干掉了，谁还给他干活啊？”那他就不懂的就是说，你在中共那样一个体制下，它是没有一个出口的体制。对，你进了这个体制，你穿上了这个红舞鞋啊，你只有跟他死干到底啊，就跟他走到底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啊，你不能说啊，你前面我的老板被干掉了，我现在就我跑掉了，我就不干了。哎，其实呢，这种也有了。前2年我也知道有中共的一些年轻干部，对，当江泽民、胡锦涛的人被清洗了以后，他们说，那我下海了吧，我去马云那干活去了。啊，这种呢其实也有一些，但是呢，我想，本来习近平的中共这样也发展了一套，就是说你离开了我照样搞你，是吧？而且你离开说明你有问题，要不然你干嘛赶着离开呀？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什么叫极权政治？就是这个极端这个极啊 ，totalitarian 这样 politics， 就是无孔不入都是我管的嘛，对吧？所以这个呢，我想你没有出口啊，你走也走不掉，那你现在只有华山一条道，那你现在就是往前拱，那习近平把前面的干掉了，你就上去使劲拍马屁，使劲啊跟着习近平走，然后呢，你拿到位置，那一切都好了吗？啊，这就是这个体制就是这么运作的，我想呢，就是说张幼霞被干掉，他的这样一个在军中的效应，第一就是说很多高级军官想，哦，现在机会来了。如果我过去和张幼霞走得太近，和苗华走得太近，我现在一定要想办法另辟蹊径啊！如果能搭上彭丽媛啊，如果能搭上其他的一个人，或甚至我直接搭上习主席，那这个真是鸿运就来了。第二个就是说，无论我走什么样的鸿运，无论我做到什么样的高官，我一定还是做那条狗，对。那么做狗才安全，而且你不要做一个唯你独大的一条藏獒。对，你都是小哈巴狗，对，这个一群哈巴狗，你们都是安全的。这个就是习近平要的，就是这个东西。那我们来谈一下张幼霞下台和这个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之间的关系吧。就是毕竟今天张幼霞的消息一出来，至少美国这边大家似乎就是最关注的话题就是台湾。而且呢，1月12日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开幕当天，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里面写到，就是这是引号，就说攻坚建军100年到了关键一程，这意味着离胜利更近了，也意味着要拿出越是艰险越往前的勇气和不把这场战争留给后人的决心。这几天呢，就国内有不少媒体在用不把这场战争留给后人这句话在做文章，也有很多传言说就是张幼霞代表军队内部不愿意攻台的一派。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就是张幼霞落马和这个习近平攻台计划之间的关系，就是台海战争的危险？我是听到2种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哈，一个说法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说那么习一心想打台湾，但是这个包括张幼霞在内的这样一个高级将领是好像很强调打台湾的这样一些困难呀等等等等的也不那么乐意。那我也听到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呢，就是说在21大，就是说我把它叫做中共政治开始进入21大时间的这样一个当口，那么开始呢，有人拿习近平当年说我要多留任几期，以便呢把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那开始拿这个东西向习近平施压，就是说你现在要动手你现在要把台湾拿下来，要不然你没有理由再继续干下去。那么也有这么一种说法。那么我想呢，就是说这2种呢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我也许呢这2种情况也许都存在。那至于是谁，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呢，我想那么把张幼霞拿掉，那么军队的这样一个如此大面积的清洗，我想客观上来讲，应该说是使得习近平要在近期内对台湾采取全面战争这样一个可能性是降低了。对，这个呢，所谓近期内，那可能就是1年、1年半或者就是21大以前。所谓全面战争，就是说，那么发动一个这个整体的攻台这样一个计划，无论如何把整个台湾岛全都拿下来我觉得这个时间和这种形式，这个可能性呢是降低了。
在降低呢，当然是有很多技术的原因，对这个军队的指挥系统要重建，是吧？然后这个指挥系统不是说你今天这个官员这个将领任命到这个位置上，那下边就是第二天他就可以指挥作战，下边人都还不认识他呢，下边的将领他也还不认识呢，而且整个这样一个上将层次基本上全军覆没，对吧？也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建军以来，对打了一个最大的败仗，不知道被谁把他的全部这个最高层上将全都干掉了。对，真的是这种感觉啊！你明天怎么还可能再去打一个，在这个可能是解放军历史上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这样一个战争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想这个危险性是降低了。这个如果要单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舆论啊，其实最近几天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吧，那么包括美国的主流舆论对于中共对台动武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呢，也在这个说的越来越多。它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现在大家都感觉说，你这个将领都被干掉了，你现在不可能马上打台湾，因此他对台湾的军事威慑的这样一个能力在降低，那么在他的军事威慑能力降低的情况下，他很担心台湾方面出现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动作，那么所以他要升高这样一个口头的威慑，让你感觉到实际上随时习近平都可能打你，那你不要往那走那一步，这是中共那方面的一个，我认为他的一个把戏。那对于美国这方面来讲呢，那么当然中共也会设法影响美国的舆论，这个我们不去管它。那美国呢，当然也担心美国担心台湾的这样一个这个现领导人呢这个会瞅准某个时机，或者甚至就是说他本来这个台湾赖清德总统呢就他不买习近平的账，对，他担心那么台湾当局呢会有什么一个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呢可能逼迫这个习近平不得不对台采取这样一个冒险动作，这个使呢美国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所以这个呢，我想呢，就是近期以来明明可以从客观上分析得出来，这中共军队对台作战的能力可能在降低，为什么反而整个舆论呢在渲染，就是说中共对台的这样一个军事威胁？我觉得呢，这里边有中共的算盘，那么也有美国的算盘。那我想呢，我讲就是说，在短期内全面对台战争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在降低呢，并不排除它有局部战争的可能性。那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不断的在讲一个建军100年目标，那么这次拿掉张又侠，这个解放军报社论也再次讲了这个建军100年目标。建军100年就是2027年8月1日，那这里边确实时间是很短了。那么这个目标里边呢，它应该在军队内部应该有某些说法。那么我想呢，他很可能会采取局部的军事动作那么这个局部的军事动作呢，我觉得呢，以前很长时间我都认为中共对台的军事动作很可能如果有就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因为一旦有军事动作，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制裁等等。那所以呢，制裁都是一样的，那你面临的这个代价都是一样的，那你当然要大就来一个大动作，要来就来一个大动作。现在为什么不可能的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能力他这个整个解放军被一个天纵英明的领袖打垮了，这个把他们上将全都干掉了，对，那么就开始有这个问题了。有这个问题以后呢，他都又不能不对他原来讲的这个建军100年的目标有所交代，那很可能呢就是事先可能搞不好和美国沟通好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了，我就是搞一下子了，对，这为了这面子嘛对，这个很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动作，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的是有的。当然美国这边也有人说，哎呀习近平这样把张又侠还有这个军队的大清洗这些领导层都清洗掉了以后，他未来要提拔的下一代这个军队领导人可能会更加的好战，所以呢不能说就是中国打
台湾的这个危险可能会降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呢？不能说它降低了，那么至于说中共的年轻的将领好战，哎呀，中共的将领们，我刚才讲的都是些哈巴狗。我也想说，他们有什么好战和不好战的这种的倾向，他们没有选择，好吗？他们即使心里真的有某种倾向，他也不会这么表现出来。既然你不表现出来，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这瞎聊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对，所以对他们都得看老大的脸色呀。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美国人生活在民主社会里，就是随便在一个场合，是个人都可以发表他的意见。不管是总统在场，还是班主任在场，对，还是老爸在场，都没关系的。这个他们只能习惯于这样思维了。我们再说一下，就说这个张幼霞他被清洗是和习近平权斗的结果吗？我们前面说了一些，因为前一阵子就有很多的这种谣言，是吧？谣传就是张幼霞他的权力膨胀啊，习近平又失去权力了。包括我们去年夏天您还来我们播客来讲了一下，因为就是这个社交媒体上就是关于什么习下某上，先是习下李上，后来是习下张上，这样的说法持续不断。您觉得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这个我先说一下习下谁上啊？这个现在又开始出了习下蔡上，这个蔡奇。哎呀，今天我一个朋友还在那说，你觉得下一个危险是蔡奇了吗？我说大家都在替习近平操心，都在替习近平寻找敌人。对，这个好像大家我刚才讲习近平天纵英明，把解放军给消灭掉这么多上将，那么背后还有这么多高参指挥着习近平说你干他，你干他，一个一个的干。对，这个那我是不认为习近平和张幼霞之间有权力斗争。那么我刚才讲就是说，其实当张幼霞想搞苗华如果这样一个假设是成立的话呢，他的矛头当然不是针对习近平的，对。但是习近平呢是不愿意看到，就是说，第一你一派独大，第二呢就是说，我本来不想搞他，不是我起义要搞的，是你起义，最后我也不得不搞。那么习近平有被人挟持的这样一个感觉吧？对，我想其实刚才讲说张幼霞被干掉，军内怎么样？我想主要还不是军内的，我想王毅现在应该是胆颤心惊了。对，你已经挟持习近平2次了，对，干掉了秦刚，又干掉了刘建超，对，那现在就是说，那因为你不掌握枪杆子，你无论怎么干掉谁，你都不可能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对，但是呢，习近平可是被你挟持了2次，习近平心里窝囊，你知道不知道？对，所以王毅，我想你可能这个不知道了。就这个，总而言之呢，我就说，所谓这个权力斗争呢，那么我想呢，就是刚才讲，就是反习的情绪，这是很大的。那么中国社会不用讲大家被习近平的这样一套倒行逆施的这样一个施政。这个经济也好，疫情也好，等等等等多了这个被他荼毒这种情绪是很大的。那么中共党内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那被习整肃的那样一些利益集团官员，这些人都对习非常的不满。这些人看到了整个社会对习近平的不满，他们想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来实现他们的利益。但是呢，我就想这些人就是说，实际上，你18大的时候，对习近平在台上的时候，你干什么来着？你为什么19大不把他干掉？其实呢，就是说，这些人根本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是说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当自己的哥们儿给干掉了以后，心想，既然把他干掉了，可能就不会干我了，都是这种想法那么这个，我想呢，就是。当然呢，那个时候我也分析过，为什么习近平干掉了这么多中共的高官，这些人不给习近平，不团结起来和习近平干掉习近平呢？这里面就是一个就是这种，他们首先要靠共产党这个制度这套体系这个和毛时代面临的那些人还不一样毛时代面临的这些一个一个都是土匪起家毛不过是最后成了土匪的大头子，那些土匪的小头子一个一个。老子不是靠你毛泽东起家的，你毛泽东是靠把我们都拢到一起起家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
没有我在陕北干，没有我在湖北干，你共产党什么都不是啊！不是我靠你共产党，而是靠共产党，你靠我这一个一个的土匪头子才有了天下。那你后来这些人离开共产党，他们狗屁都不是啊！你张幼霞，你离开共军啊，你到西方来刷盘子，你都不比别人刷得好啊！你这个李克强是一个经济学博士，对，那你离开中共体制，你到美国来给我当一个经济学教授，我看看，对，这个我想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些共产党的所谓权贵精英，他们的利益是完全靠共产党体制的，不靠这个体制，他们比中国的那些农民工没有更优秀之处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体制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因为是这样依附这个体制上来的，那么这个上来的途径呢，不是靠能力，那都是靠吹牛拍马啊，拉帮结派，然后呢靠这个察言观色啊，都是这一套东西。那么他现在就心想，哦，那我只要把习近平的马屁拍好了，那所以就不会搞到我头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个人的性格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赌注太大。过去呢，反正就是说这个没有多少钱嘛，现在共产党的权贵那个数字，他们家的财产的数字都是我说不上来的，因为我这数学很差，我实数10到1万，10到1亿就差不多了。人家数现钞都能把那个数钞机都给那个烧了，太多了。我以为中国数钞机质量太坏的，对，这个就是太多了。你看那个徐才厚那个当时放出来那些照片，他们家里那什么玉石什么什么之类的啊，简直是就是超出我们想象。所以呢，这就是说呢，就是说如果他侥幸的躲过了，那么他就是说啊，那万贯家财，然后呢，就是他们家就是世世代代，就像西方的洛克菲勒家族，像西方的摩根家族，他们的后代照样在西方跑到世界上去过最顶层的这样一个生活。那如果你挑战习近平，你被干掉了，你没挑战习近平，你可能有50%的可能躲过去，啊，50%的可能被查到。你如果有挑战习近平呢，你可能90%的可能被干掉。啊，让你干掉了以后，你全家都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共产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呢，应该讲就是说，在20大以后，我想已经难以有针对习近平那样一个权力斗争，就是说把习近平干掉，他们来接位子。但是为什么还不断的有呢？越做不成，就越有这个意淫啊、梦想啊。对，你觉得这些人本来都是有权的。都是有钱的，现在被习近平收拾成这个样子，然后过了10几年，越来越憋屈，对，最后就搞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谣言出来，这个对发泄。您觉得是这些谣言习下某上谁上的，这个都是这些精英他们散布出来的啊？也有为了就是说专门赚流量的，那么也有为了要就是说挑动共产党挑动领导斗领导啊，然后呢找到一些改变中国政治的机会的。那么也有一些就是说无论如何希望中国出点乱子，大家看着很高兴的。那么当然呢，我想也有刚才我讲的那样，就是说因为这些权贵阶层呢，他们有舆论影响力他们随便一个，比如说前政治局委员的亲戚出来传个小道消息，那老百姓不觉得说那这个一定是真的？那人家前政治局委员的亲戚嘛，是吧？那么这个都有非常有影响力的。我可是碰到过有人跟我说，哎呀，我的这个消息渠道非常的确定，非常高层的，对不对？我们都遇到过，但是这种事儿你就一听就觉得不符合中国政治的逻辑。其实他们传那个东西呢，一听就是假的，对，这个实际上就更看出呢背后有他们这个私心了，对，背后有这个私心。那我想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就是说，就是习近平，他就是说现在所面临的党内的权力斗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都是这个内部分赃不匀，然后呢惹起了底下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假如说你养了一堆哈巴狗，这些狗忽然都互相咬起来了，互相之间咬，对，你总得要把它们都打开呀，你必须要采取点动作吧？对，你不要采取点动作。对，哎呀，您这个也太形象了，但是有点太不堪了，这个。但是我想讲一点呢，就是说，最高的统治者和这个精英和这个民众这样一个三角游戏。那么西方的民主之所以成功呢，是精英联合民众一起来制约最高当权者。
这是英国光荣革命的典型戏码嘛。然后就开始有了宪政。那中国呢，就是这个民众就老是叛明君啊，然后呢，这个昏君呢就利用民众啊，这个就是说，你看毛泽东，对他啊，这个其实习近平也喜欢干这个戏码，对，但是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是这个太弱了一点，这个号召力太低了一点。但是这个精英呢，也是老利用民众呢来这个去反那个不利于他们那个昏君，然后呢推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君，对他们很明智。那么对老百姓可能有一点点小好处，但是呢还是过去那么一个结构，而不是制约那么作为那个最高统治者的那个基本权利，而不是形成这么一个政治架构。所以今天呢，实际上这个共产党内如果还有针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权力斗争的话，哪怕是没有取胜希望的权力斗争，不过是通过谣言等等这样一个权力斗争，但是呢，这些人我希望他们也要看明白，你不要老是来就是说来欺骗老百姓，你借老百姓对现在的政策不满，然后呢，最后就是说你把老百姓利用了一把，你把这个网上的这些社交媒体利用了一把，最后呢，你们在和你们面对习近平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你得到了你的继续的这些权贵的好处，那最后呢，你还是反过头来一样依赖这个体制来压榨老百姓，剥削老百姓。我想呢，你如果还是这个戏码，这个戏码也已经在中国上演过很多次了。我觉得呢，中国的老百姓，我是希望能看得越来越明白。那我觉得我经常要愿意谈这个宫廷政治呢，基本上我就想说明这一点。我再让您稍微解读一个东西，就是解放军报的这个发的社论说，就是张幼霞、刘振立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却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就是这个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句话，还是这个就是让人有很多的联想。我看到这个社论了，就是我是按照中共的这套做法把它总结为5个严重。对，这个我去找了一下，因为很早，2015年10月18号，也不过就是3个月以前嘛，解放军报也发了一个社论。是何卫东、苗华被正式宣布被清洗的时候，也发了一个社论。那么这2篇社论大体差不多。对，那个社论里面的是4个严重。对，这个也有是1条，也是第2条，就是要严重破坏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对，那么我想4个严重也好，5个严重也好，基本上就是最核心的这个罪名，就是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咱们就是猜谜了啊。那么我想呢，就是说，你们不让我习近平在军内说了算，对，你们逼迫我说了算，对，你们就是说把你们想做的事儿加到我头上，最后让我点头。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这么，我根据我刚才的分析，你们都不要来逼我做事儿了，对，大家都识相一点。对，就是说，只有我让你们做什么东西，你们不要任何事情，你不要起头，你不要起头。对，就不要互相咬了，对咬到最后没啥好处，就这意思。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斯大林逻辑有尽头吗？就是下一个被清洗的会是谁呢？这个单就说，你不也回答也无所谓，这个实在太 speculative。但是就说也想知道，就说这个尽头会是什么？就这么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一个结果呢？就还是就是不停的，就是一个绞肉机这么不停的绞下去呢？下一个被清洗的，对，我刚才点了王毅的名了嘛，对，但是因为王毅呢，他没有什么能够挑战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呢，也许就让他平安降落了啊。但是呢，王毅呢，就是说，但是你不知道习近平以后想起来要立威呢，就很难讲了。所以王毅，你下次访问国外的时候，我想你最好不要回去了。对，如果你在国外留下来的话，你要感谢我。对，
给你这个最大的提醒啊。那么是不是蔡奇？这个现在我想，如果因为习近平安排的这个20大以后的最大的一个权力结构呢，就是在习近平以下，那么由李强和蔡奇两个相互制衡，构成党政两个体系的，就是没有一个老二，而是有两个老二啊。那么我想在这种结构没有失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应该呢就是说清洗蔡奇或者清洗李强的可能性呢都没有那么高啊。那么当然，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做了一个事情，可能让习近平觉得说，好像你觉得你要像张幼霞、像苗华一样，你想就是说借我的手做你的事儿了，那可能那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回到这个大问题上来，那么斯大林逻辑的尽头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专制者自然生命的终结。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斯大林大体上是在193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大清洗的。那么在这之前呢，他也有清洗，但是规模没有那么大，这是他巩固权力的一个过程。那么他1953年死掉，这中间大约是17、18年，不到20年。那么毛泽东呢，他大约是1955年开始这样一个斯大林式清洗，就是高岗然后呢，到了1966年开始，就是说非常激烈的大清洗，就是文化大革命嘛，对，他大体上呢也是10年到20年。他1976年死，那1955年大体上也是。那么我现在呢，这个历史的经验不能照搬了，因为人的寿命的不一样。习近平说他可能活到150岁啊，对。那么我想他不会活到，我觉得他不可能活到150岁了。他100岁也还好多年。即使活到100岁，那么当今的医疗条件，当然还有换器官等等，但是我也相信呢，就是说。那么它整个这样一个生命作为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生物的机器，也不可能再工作的那么好了。所以我想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估计他可能顶多到90岁左右吧，他也就差不多这个能够，就是说很难再有像这个一个正常的这样生命那样发挥他全部的机能了。所以大体上，习近平应该说是从2023年开始这样一个斯大林式清洗的，因为前面那个都是为了巩固权力嘛，比较常规的清洗嘛。那么如果从2023年再算他20年的话，那大体上是到2040几年，2040几年习近平也正好就是90岁了，对，2043年习近平大约就是90岁了。当然呢，那个按钮是掌握在上帝手里的我们在这里都是瞎扯。那么我想呢，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从斯大林、毛泽东到习近平，那么中共高层政治的基本的逻辑没有改变，但是呢，并不是说整个这个他们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都是一样的。那么在习近平年代，今天为什么习近平在中国社会他会有这么多大家对他不满，包括共产党内？那么是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改变。那么斯大林的时候，在苏联没有这样一个民营企业，也没有曾经过这个社会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发育的这样一个年代过。毛泽东的年代也没有这些。那么在习近平的年代呢，在这之前从1980年代、70年代末一直到习近平上台的前几年，那中国有非常大的民营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中国有非常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也有这个信息革命等等所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这样新的因素。那么我想呢，中国的这样一个结束斯大林的逻辑呢，这样一个希望，我们如果说好，就把它放在上帝手里，什么时候习近平自然生命终结那这个斯大林逻辑就走到头了。那是一种大家就是说这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也务须努力，上帝会帮你努力的这也是一种思路了这也是一种躺平的思路了。那么再有一种呢，就是说
就像那些社交媒体上很多人今天把希望寄托在李克强身上，明天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张幼霞身上，那么他们是一个恶毒的咒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谁就被干掉。对，这个至于我希望他们下一步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让习近平自己把习近平干掉。对，那么还有我要讲的思路就是说，还有第三个思路，那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社会因素、社会力量这个身上。那么这个身上当然就是不可能就是说马上能够发生巨大的改变，但是实际上这些年我想我们也讨论过，在集权体制下如何有反抗的可能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那实际上从白纸运动到前几年，你看比如说四川香油的事件，这样的事情都非常多。所以我想呢，如果那些社交媒体真的不是权贵这个背景，而是想中国真的发生有利于民众的改变的话，我希望他们多做这种事情这样呢可以尽早赶在上帝结束斯大林逻辑之前我们就能结束斯大林逻辑。对，就是人心要变，就自己每个人的人心要想着变，才能真正的变。但是我刚才听您说的这个生命不息，清洗不止，这个感觉还是挺可怕的。对对，就是这些。我加一句呢，其实这个张幼霞这次被清洗呢，对整个国际舆论的震动这么大，那我想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呢，我们可以把它比拟于毛泽东年代的林彪事件，那也就是最高的军头和最高的这样一个政治独裁者之间发生了这样一个直接的冲突，然后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林彪事件是毛后期中国社会、中国大众觉醒的一个起点那么我希望这一次呢张幼霞事件呢，我们讨论它呢也有这样一个效应，而不光光是热衷于讨论宫廷政治，热衷于讨论谁上谁下。我希望呢也能有这么一个效应。对对对，谢谢这个林彪事件确实，我们听那么多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大家都说，就是林彪事件以后，大家才开始真正的思考这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那么相信的林副主席怎么会背叛毛主席呢？就是大家真的是开始思考，开始想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那时候的思考呢，是对毛的迷信就被打破了。那今天呢，我不认为中国社会存在对习近平的迷信，那所以这个思考呢要更进一步，对，就是说不仅仅是对那个最高独裁者还抱有什么希望，抱有什么迷信，那也不要对其他的人抱有什么这个梦想宋平也好，对这个谁也好。那我想呢，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了，那中国这个整个这个民族的思考呢，应该可以更进一步了。谢谢吴老师，也谢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下期再见。